染白黑发，半擦抹去了年华，课桌上的痕迹，时光中像一幅画，操场盛放的凤凰花，年年送雪，自己晨出发。亲爱的老师啊，你的泪风干了吗？书包是魔术箱，童年背着它飞翔，白着裙白衬衫，青春一直很闪亮。每个人像一只风帆，浩瀚人海，学习着成长。懵懂的孩子啊，课堂就像是天堂，心中有道永恒星光，仰望就有力量。我的第一个字，你的认真与坚持，我的年少无知，像刚学步的孩子，你的事是我的懂事，在岁月里一点点交织，变成动人故事，记录美丽的日子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会陪我走一辈子。妈，这是班上同学写给你的卡片，刚刚是班长跟其他同学拿来的。他们说要帮你打打气，希望你可以早一点到学校上课。有爱就有福，运用你的智慧去度过所有的困难。妈，这不是你平常常常说的近似语吗？这些近似语都是我写在联络簿上鼓励他们的，现在换他们用这些鼓励我。要用心，不要操心烦心。这个王大同数学常常算错，他还常烦恼自己说怎么这么粗心，我就用近似语要用心，不要操心烦心来砥砺他。还有这么多纸鹤啊！那个时候，我常常写近似语来鼓励他们，现在换他们用近似语来鼓励我。我在写这些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想到有一天，这些近似语又会回来安慰我、鼓舞我。妈，你要打起精神来。不管一修以后的面貌会变什么样子，他都是我的好弟弟。你们都是妈的好儿子，现在这张照片就当作是美好的纪念。在克服这个难关之前，我们不能输给一休，不能比他先倒下去。那当然，我可是大哥哎。
长休尹修，吃早餐喽！长休尹修，马上要出门喽！早餐在桌上，记得吃啊！走喽！爸爸再见。妈怎么走那么赶啊？可能是急着跟爸交班吧。哇！这个早餐的阵势已经很久没有摆出来了耶。对啊，而且妈好像变得有精神了。好像是耶。应该是昨天卡片的功劳吧。什么卡片？没事啊，吃早餐吧。哥，什么卡片啊？先吃吧，哥饿了。来。哎，来了。嘘，小声一点，不要把一休吵醒了。来，上班要来不及了，这给你。啊。哦。哎，你今天心情好像比较好。换洗衣服呢？在下面。这照片不是以前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拍的吗？不，我本来放在我的皮夹子里头，结果昨天晚上拿出来看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要收好，要不然被别人捡到了，就当垃圾一样丢掉了。唉，这全家福照片对自己才是有意义的。如果被别人捡了，真的是当垃圾丢了。好啦，等一休好啦，我们全家在一起出去玩，再重拍过，啊？对了，有家长打电话来，要你下班之后过来一起开会，讨论对他们提告的事。永昌，怎么办？真的要对他们提起告诉吗？我会想一下。秀凤，你也想一想。到底要不要对林老师提出告诉？我应该要怎么做呢？小凤，小凤，哎，丽青怎么来了？怕你没东西吃啊。谢谢。对了，同学们都还好吧？我觉得你们班同学啊都很懂事，而且他们也很关心你，一直说要来看秀峰老师还有一休。有，他们送的卡片和近思语我都收到了。还有这个呢，他们说这是他们自动自发得到的哦。他们真的好可爱哦，你一定要帮我谢谢他们。秀凤啊，你刚刚在想什么？想那么入神？我叫你好几声，你都没有听到哎。我是在想，要不要告科学实验班的林老师？今天晚上就是要跟学生家长针对这件事情开讨论会。大家都知道永昌是法官，所以希望他能帮大家争取权益。那你的意思是？
我觉得，因为林老师的疏失，导致这些孩子们受伤，而这些创伤很有可能会跟着这些孩子们一辈子。其实这些家长的反应也是合理的，而且我也是受害者家属之一。照道理讲，我应该跟这些家长站在同一阵线上。尤其当我看到一休他脸上包着绷带，烧伤了这么严重，说我不生气不怨恨，那是骗人的。我了解，但是那一天，我看到林老师哭着跟家长道歉的时候，我也很难过。我知道他心里一定非常的懊悔。那天看到林老师在跟家长道歉的时候，我也觉得他是发自内心在忏悔。一个无心的过错，让那么多的家庭受苦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请进。陈法官，这是今天刚分到的新的案件，关于一起车祸，一辆摩托车撞了一个小孩。这场官司已经打了好几年。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？好像不太好，听说被害者的家属专注于打官司，而疏于照顾受伤的小孩。陈法官，最近您辛苦了，请不要太累。谢谢。一休发生的意外，要走法律途径，必定要花很多的时间。到时候要照顾他，还要工作，我看秀凤他会忙不过来的。喂，秀凤啊。怎么约在这里？有些家长都还在医院，我想说，我们两个达成共识之后再进去，这样比较好。也对。我今天想了很久，做了一个决定。我也决定了。先说你的决定。我觉得不要提告了。为什么不提告？人都会犯错，或许我也曾无意中就伤害了学生，就像林老师一样。从林老师的眼神中，我感受到他的歉意。就是你的手受伤了，你会不会痛？不会。老师不会痛。老师没做。
师，不要哭了，我会赶快好起来的。不要哭。一修，一修，对不起，老师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如果因为这样要多一点赔偿金，再来告他，让他去坐牢，我觉得意义不大。更何况再多的赔偿金，也要不回一休原来的样子了。我的想法跟你一样，实在没有必要以牙还牙。更何况，只要牵扯到了赔偿金，就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。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。可是你想，那些家长会听我们的吗？我已经准备好要说服他们。老公啊，你在法庭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也是这么的感性啊？我看刚刚那些家长都被你说服嘞。应该是我举那个车祸的例子，他们可以接受。我当法官这么多年，我知道那种奔波法院的苦，之后还要等判决，那又是一种焦虑。我们宁愿把时间花在照顾孩子身上。我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家一休受伤的最严重，如果我们选择原谅，他们也比较没有立场提告。不过之后才是最艰苦的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昨天又没睡好？有一点，不过还好，我撑了下去。倒是你，骑了摩托车，医院家里两边跑，你才累坏了。我还好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是我还好，你才不用担心我呢。谢谢老公。今天找你们过来，最主要是要说明一休接下来的疗程。现在已经做了初步的清创，接下来就是要针对3度烧伤的部位做植皮的手术，也就是针对伤口做自体皮肤的覆盖。病人必须要忍受5天不能吃、不能喝、不能动，当然也不能说话。要那么辛苦啊？医生，那请问他植皮要割哪里的皮？我们是比较建议用大腿的皮。植皮的成功率多高？这很难说了，植皮很容易感染，有的人植1次就成功，可是有一些人他要植好几次。要在一休腿上划几刀，一休会很痛哎。手术后恢复的程度呢？早期的清创跟早期的植皮，是为了把功能的障碍跟疤痕的程度减到最少。我之前也说过，要恢复到跟没受伤之前一样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那他的伤势以后会不会影响他的动作？他可以点头摇头，他可不可以打球？这个就要看一休跟我们的配合度。复健做得越好越勤快，后遗症就越少。当然，恢复正常生活的肢体动作也就越好。我们会尽力的帮一休治疗，但是心理方面的建设还需要专业的人员跟你们家属的配合，双管齐下，才能达到最好的治愈效果。
抱歉，一休的植皮手术失败了，我们必须要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？可以割我的皮吗？医生，一休会很痛，那可以割我的皮吗？不行，这会有排斥现象。哇，好好玩哦！小凤啊，来，你坐。哎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没事啊。不痛，一休比较痛，一休比较痛，植皮2次都失败了，他腿那么细，已经都没有皮了，都已经快没有皮了。我怎么办？我的一休，这一次总算可以了，恭喜啊，植皮成功。老公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总算成功了。一休，你好勇敢哦！一休，你真的很棒哦，植皮这么多次是很辛苦的。不会啊，你们比较辛苦呢。你很懂事，也很乖啊。一休一直是一个很贴心的孩子。你们把一休教得很好啊。我在医院啊，很少看到小孩子不哭也不闹的。医生，谢谢。我先出去了，我送你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没有。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了。我想要镜子，
看看自己变成什么样。一休，其实妈妈觉得镜子一点都不重要哎。对，不看也罢。你要好好休养。对，这才是重点。这个我们男人呐，不要太注重外表，其实内涵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男人呢，如果身上有点什么，有点痕迹的话啊，这样就会很有男人味。那一个男人很有男人味呢，别人感觉就很 man， 很 man 的。对，哎，对。妈，没关系啦，我只是想要镜子看看我自己的伤口好了多少。这，爸，没关系啦。好吧。谢谢爸。爸，这些伤痕是不是会一直跟着我？可能，但是会有一些改善啊。但是基本上呢，人美不如心美，外表的美是短暂的，内心的美才是永恒的。人美不如心美，外表的美是短暂的，内心的美才是永恒的。有一件事，我必须跟两位说明一下。复健的时候会很痛，甚至有时候还会流血，但一定要努力的去做，才不会造成肌肉的挛缩，影响到行动力。戴弹性套，也就是这个用意。这个是长期抗战，要有毅力才行。就是不要让医生看出来我们在打他，对吧？但是尽量要高一点，不要让医生发现我们是知道。好像是一休的声音呢。好像是，你赶快进去看。一休，你们俩干什么？赶快出去穿隔离衣。哦。忍耐一下啊，就是要像这样，每天抬头一点。拉颈部的肌肉，要趁这一年黄金期做这个动作，要不然肌肉跟皮肤啊就会挛缩。这样子植皮会不会有问题？不是了，是复健去拉到伤口，所以才会疼痛，你们不用担心了。一休，忍耐一下哦。复健很痛，而且很辛苦。不过照你现在复原的程度，应该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啊！好痛！一休，不要这么激动啊！妈，没关系啦，我就快要出院了，之后就可以上学。我会好好做复健的。好痛！一休，你回到家之后啊。还要调养1个月才可以去学校，而且还要戴上弹性套啊！一休，
这个弹性头套哦，让你这样戴着，是要帮你做复健，虽然有一点丑，哎呦，妈，没关系啊，只要可以出院就好了。啊，痛！每天哦，照这样做，很快就会好了，啊？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一休，我们来玩啊！来，有象棋、跳棋、西洋棋，你要玩哪一种？不管玩哪一种啊，二哥我今天都会放水。还买了水果，你要吃？秀凤，是我。你怎么了？我刚才戴的，就是一休要戴的弹性套。你刚才怎么看我，就代表有人会怎么看他了。很难哦。一休要怎么适应呢？他还要带着他回学校去面对他的同学。唉，我刚才带着他就是要感受一下一休到时候带的感觉。如果他不适应的话，我才知道要怎么去安慰他。你怎么了？没有。你是不是觉得那个头套真丑？我只是体验到，这头套虽然很丑，可是戴的人心却很温柔、很善良。他一直在想要怎么帮助自己的儿子，所以不惜戴上这个头套。所以这头套尽管再难看，反而越显得这个人真情可贵。光想到这里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你可以再说一次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再享受一下我老婆的赞美。其实那个头套还真热，刚才我戴了10几分钟，一头汗。医生说，一休至少要戴1年。Surprise！ 恭喜一休出院，祝一休早日康复。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哥，你们好笑。你家成了动物园了吗？爸妈，这里还有，你们也别想躲过。我们也有啊。一休走，我们去吃东西。小心点。小心点。
这里有你最喜欢吃的薯条，大哥喂你吃。再来啊！来爆米花，爆米花，快点！你看哥的造型，看一看，像不像米老鼠？熊，你有没有看过会飞的熊？嘘，还有米老鼠。爸，这给你的。给我。妈也有，妈也有。我看啊，我也有。好。来，小心哦！来，和我小飞手跳舞。像个学步的孩子，你的诗是我的懂事，在岁月里一点点交织，变成动人故事，记录美丽的日子。有些人，有些事会陪我走。一休，会痛吗？不会。那跟着爸爸一起喊，我们再继续，好。一、二、这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这里呢？看得到？看不到。这里呢？看不到。这里看得到吗？看到了。一休，你看，比上一次又进步了一格，不错，要加油。小心点，累不累？不累。休息一下，我们等下再来。爸帮你倒水啊。谢谢爸。这两桌应该平方的。一休，我们去公园散步好不好？一休，今天有脚踏车可以骑哦。我想在家多做一些复健。怎么了？爸，我们这几天要找一休出门散步，他都不愿意。对啊，一休是怕出门啊。这件事你们两个不要担心，不是快考试了吗？赶快去用功读书。哥，教我小刚问你那些问题啊。好。怎么了？一休啊，他怎么都不出门呢？会不会有心事啊？秀凤，可不可以找人帮忙啊？做复健很辛苦哦。是不是每次都要这样？还有这样。对啊。然后你就会听到哎这种声音出现啊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是过来人啊。你看，我这里也开过刀。我之前得过舌癌，
所以需要开刀。开完刀之后呢，我也需要做复健，像这样慢慢的练习转头，慢慢的练习仰头。以前觉得很简单的事情，现在啊都觉得很困难，而且很痛。从一个正常人到行动不便的人啊，我觉得很沮丧。我也是，做复健的效果很慢，我也觉得很挫折。其实我很怕好不了。我那个时候啊，也怕自己会好不了。一休，你知道世博以前的工作是什么吗？世博的工作是老师，是在南洋街的补习班教微积分的老师。我那个时候啊，课是满档的哦，几乎所有补微积分的补习班都会任聘我去教学。哇，世博，你算是名师哎！那倒是不敢当了。不过啊，当老师是要靠嘴巴吃饭的，就像运动员要靠四肢是一样的。在我的事业最高峰的时候，得到舌癌，简直是晴天霹雳。因为这代表我再也不能教课了。开完刀之后，我完全不能讲话。那怎么办？金丝鱼有一句话：恒心、毅力，能如滴水穿石，再大的困难与阻碍都能突破。于是，我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念佛经，晚上也念佛经。就这样，我努力地用念佛经来做复健。3个月之后，我就回去教书了。这么快？是啊，你看，我现在讲话不是跟正常人一样吗？师伯，你不讲，人家都不知道你开过刀哎。所以呀，一休，乃玉师伯可以，你也一定可以。乃玉师伯，你的故事让我想到一句近思语。哦。不要小看自己，因为人有无限可能。不错嘛，还举一反三呢啊！一休，现在对自己有信心了吗？对啊。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的伤啊才会快一点复原。经过乃玉师兄以亲身经验开导之后，一休像是大力水手吃了菠菜一样，拥有了很多的能量。妈，再打高一点啊！好，这样子可以吗？一休加油啊！把它打高一点啊！爸，再高一点啊，这样我才可以拉脖子的肌肉，顺便复健。好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我们知道，那是因为他得到了信心。做复健对他来说已经不是苦差事了。一休还会为此发明了很多的方法呢。好像横一步，好像横一步，是上。啊，现在谁赢谁输啊？平平。平平。冰吃士，冰吃士，将军。爸爸。我不要玩了，我玩了3次我都输。爸，你怎么可以赖皮？我们再玩一局。秀凤，秀凤，都是我害他这样。
一定是他之前照顾我太累了。来，到齐了啊！开动！吃了爸的菜，才知道妈好厉害啊！秀凤，你别倒下，你千万别倒下。你的泪风干了吗？书包是魔术箱，童年背着它飞翔，百褶裙摆衬衫，青春一直很闪亮。每个人像一只风帆，浩瀚人海，学习着成长。懵懂的孩子啊，课堂就像是天堂。